我是瓜皮儿，路卡起源前情提要。在和具有超能力的男子志武合作的过程中，女警之云逐渐接近了当年悬案的真相以及幕后黑手柳仲全的存在。志武也从幕后黑手的追击中逃脱，他走到先前的公用电话旁，打给了志云。志云根据电话的位置开车找了过去。路上他回想起了吴仲焕叮嘱自己的话，他觉得志武终究不是人类，如果抓不住他，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杀了他，不然他很可能会威胁人类的生存。见到志武后，他说自己现在是真的孤家寡人了，以前自己不在乎，可现在他不想再独自承受这种痛苦了。看着把头靠在自己怀里的男人，志云放下了手里的枪，没忍心下手。他将志武带回了家，然后就准备去上班。简单交代几句后，他话锋一转，说了2件事：我不会同情你，你现在还是犯人的身份，另外别进我房间，不然老娘要你好看。途中他看到远处大楼外的电子显示屏上挂着昨晚上大规模网站遭到攻击的新闻，车载收音机也播报了这个新闻。警方认为这是有组织的黑客行动，在遭受攻击的13家单位中就包括了国科搜。吴仲焕赶到时，研究所里已经乱成了一团，电脑里所有的资料都被删除了，备份文件也未幸免。从助理处得知学会那边也是同样的情况时，他懊恼不已。金市长带着笑容前去见了黄静雅。现在不会有人知道志武的事，他已经安排人将这场黑客攻击甩锅给了朝鲜，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创造新时代了。黄静雅在开香槟庆祝的同时，还希望金市长能再接再厉，他希望能再多101个志武那样的人，那群人一旦自由繁殖到101万人时，世界一切的财富和名誉都将掌握在他们手里，那将是一个无上荣光的新时代。志武作为最初的成品，他本该在贡献出身体的所有路卡细胞后消失，他已经活得太久了，也该寿终正寝了。事情结束后，金市长也能升职到国情院院长。研究所的电话打断了2人的美梦。金市长得知情况后，火急火燎地赶到了研究所，他气得连甩了昏迷中的李守2个耳光。佑娜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金市长不想听这些，他暴躁地甩了佑娜2耳光，并叮嘱一旁的研究员不惜一切代价要让李守醒来。李守醒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找到了柳仲全，他希望柳仲全能给自己全身都注射药剂，让自己变强，他必须抓住志武。旁边的尤娜说自己要变强，无论最后是变成怪物还是变强都是值得的。见2人这么坚决，柳仲全也没有再反对，他先给李守注射了药剂，然后又问尤娜对药剂的副作用是否知晓。尤娜毫不犹豫地复述了一遍，注射后细胞肌肉和恢复能力都会强化，同时衰老速度也会加快，不仅如此，还会随时面临死亡以及无法生育。这时李守按住了柳仲全的手，他希望尤娜不要注射，因为那真的很疼。下班后，志云给志武买了全套的男士衣物，在他换新衣服时，他偷偷给吴仲焕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但并没有说出志武在自己家的事。吴仲焕依然劝他将志武交给警方。说到这里，他差点撞到了假扮路人的尤娜。在他下车查看情况回到车里后，藏在车里的李守制服了他。与此同时，志武被窗外的雷雨声吵醒，他发现了志云藏在卷帘布后的案件资料。看着他小时候的全家福，他回想起了以前来过志云家的记忆。他将照片展示给志云，他们得好好套给下了。吴仲焕从昏迷中醒过来后，旁边的李守问他志武资料的下落。2针乙醇下去后，吴仲焕在被迫的恍惚中交代，在泰人拿到资料后，李守将车挂到了最大档，吴仲焕连人带车淹没在了汹涌的河水里。志云将照片重新贴回了墙上，说起了往事。父母失踪时他才10岁，也是因此才当上了警察。奇怪的是，跟父亲有关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失踪。当警察的10年里，他仍然没有找到父母的下落。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志武了，而让他恢复记忆的关键就在柳仲全身上。其实他很希望志武就是杀害他父母的人，那一切都结束了，不至于从头再来。他以前只需要看别人的眼神一次，就能知道对方是不是好人，唯独除了志武是自己看不穿好坏的人。早上，志云怎么打也打不通吴仲焕的电话，正准备发短信时，崔振焕脸色凝重地走了进来。他犹豫了很久，没有把吴仲焕遇害的消息直接说出来，而是将他载到了国科搜。在路上得知消息的志云直接冲了进去。吴教授的死给他的打击很大，整个人就像是被抽了魂。他来到吴仲焕出事的河边悼念他，忍不住放声大哭。回到家，他一边往嘴里灌酒，一边说着自暴自弃的话。在他心里，吴教授就是父亲那样的存在。他消沉的时候，泰人就在他车上做了手脚。冷静下来后，志云向崔振焕申请调查令。
吴教授从不喝酒，所以绝对不会在车里喝得烂醉，导致事故发生。崔振焕告诉他，目前检察院那边已经宣布结案，没有直接证据的话，他不可能申请搜查令。情急之下，志云和他吵了起来，两人闹得不欢而散。金有哲过来打圆场，同时建议他可以从吴教授的外围入手调查，但这件事只能他一个人悄悄去做。他来到研究所，找到那名助理询问教授生前的情况。助理说那天遭到黑客攻击，资料全部报销的事儿。或许教授就是因为大受打击才喝的酒，但他生前却是滴酒不沾的人。擦拭了教授办公桌的桌面和照片后，志云驾车离开，李守三人偷偷跟在了后面。半路上，泰人利用电脑技术逼停了志云的车，李守快速将他打晕带走。很快，志云连人带车被绑架的事就上了新闻了，现场只有李守特意留下的刀。刚做好饭菜的志武看到新闻，立刻就明白过来了。他先赶到袁礼的家，让对方将电话打给李守。李守告诉他，只要他还逃跑，自己会杀光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志武说自己不会再逃跑了，他会等他们带志云过来。挂断电话后，李守痛快地向志云承认了杀害吴教授的事，反正他和志武很快就会下去陪他了。志武不顾袁礼的反对，强行征用了他还没有做完贷款的手机和车。临走前，他向袁礼说了声谢谢，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把自己当成朋友。商场的地下车库里确认志云平安后，志武约定了和李守的见面地点。李守交代泰人，一旦情况不对，立刻杀了志云。他和尤娜走进了商场，四下搜寻志武的踪迹。志武趁机拔断车库的电闸线，和泰人打了起来。他电晕了对方，找好藏身地后，他严肃地对志云说，自己会去拖住他们，如果我能活下来，一定会来找你，只有你活着才能找到真相。说完，他不顾志云的反对，将他电晕后开车离开。李守没有来得及追上车，同时尤娜注意到泰人不见了，他们顺着他的手机信号追了过去。志武将他的手机踩碎，然后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从军队里出来混的泰人冷笑着告诉他，自己什么也不会说，他只有杀了自己，然后像过街老鼠一样被无休止的追杀。志武揍了他几拳后，往他的伤口放出电流，他痛得惨叫连连。接着他让李守二人救走泰人，自己偷偷跟在了后面，一路跟到研究所后，他也跟着走了进去。但李守早已发现了他，将手中的铁尺甩出去，划伤他的脸后，他说只要志武杀了自己，就能够知道所有的一切。经过强化的李守武艺超群，志武不敌。很快就被打晕在地。李守补了几脚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将他抬了进去。隔着厚重的玻璃门，金市长制止了想要派人进去治疗他的柳仲全。他认为眼下应静观其变，借此观察志武的再生和恢复能力。等性能测试完成，就需要立刻开始养成计划。他将一名助理拉到旁边，吩咐他要背着所有人去复制一份志武的体细胞。现在复制一个人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李守却没有任何如释重负后的轻松。相反，他告诉尤娜，战争才刚刚开始。另一边，志云刚回到警局，崔振焕就将他带到了审讯室。他交代金有哲，除了他们三人以外，严禁有第四个人进来。现在他怀疑他们陷入了别人的陷阱。布置好后，他走进了审讯室。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事已至此，也就有话直说了。他直接问志武的下落，别来嘴炮套个哪套。教堂大火的事他已经听说了，但现在他不追究责任，就一个问题，志武在哪儿？志云宁可带上那副银镯子也不愿意交代，主要是他真不知道啊。崔振焕使尽浑身解数也没有让他开口，无奈之下，他只有先安排人给他一碗犯人进局子都会喝的血浓汤，然后和金有哲去他家搜查。志武醒来后，看见了站在面前的柳仲全。柳仲全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那样安慰着他说，你回家了。门外的助理看穿了柳仲全的心思，他想用父爱的力量感化志武，让他心甘情愿地作为试验品。这让他感慨了一句，所长是个可怕的人呢。志武依然不能接受自己一觉醒来就多了个爹的事实。柳仲全既以父亲的口吻劝说他，孩子，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你爸。得知眼前男人的身份后，志武被说动了。柳仲全继续加强套客功力，让志武听得两眼泪汪汪。在志云家，崔振焕没有找到志武的踪迹，但却发现了他的一根头发。正要打道回府，他眼尖地发现了卷帘簿后面的案件资料。父子俩吃饭时，柳仲全解答了志武失忆方面的疑惑，顺带说起了当年带他离开的夏有才，谎称夏有才是趁机卖了他赚钱。说到这里，看着监控的助理提醒金市长，时间到了。现在志武的再生和恢复能力都是人类水平的10倍以上。
柳仲全的怀表也提醒了他，他匆忙结束了对话，并告诉志武，夏有才的生死得靠他去寻找答案。他需要记住自己的2个问题：人类是否是正确的存在？我们必须是最后的人类吗？在得出答案前，志武必须要承受一切痛苦。说完，他就戴上了防毒面具。志武察觉到不对劲时，他已经倒在了足以放倒大象的麻醉器里。走出门外，柳仲全疲惫地交代助理将志武带去实验室。回到审讯室，崔振焕将手机递给志云，里面是他在家里拍到的资料。他已经猜到志云这么多年来都在偷偷摸摸调查父母下落的事，审讯室已经不合适提问了，得出来边喝酒边说。一杯酒下肚，崔振焕先打开了话匣子。约莫20年前，他调查过一个丈夫失踪的案子，夫妻俩都是小年轻，那时所有的嫌疑都集中在了妻子身上。在公诉期的那几年，他不断寻找着尸体和证据，虽然最终以公诉期过去草草结案收场，但他心里踏实，因为他尽到了责任。他希望知云也能看开，他父母失踪至今早就已经过了公诉期了，就算抓到凶手，法律也无计可施。知云觉得法律规定了受害者该悲伤多久，这样的公诉期就是个笑话。崔振焕说，这就是法律，他希望知云就此收手，只要收手，他就不跟上面举报知云的事。他已经被那起失踪案折磨多年了，不希望知云重蹈覆辙。将第2杯酒一饮而尽，痛哭了一场后，知云坚定地回答，哪怕因此锒铛入狱，他也绝对不会收手的。这条路注定只能由他一个人走下去。崔振焕也于心不忍，他告诉知云，之前的事儿他都当不知道，照片他也会删掉，但如果知云被上面发现，他就没法帮忙了。知云往墙上贴了新的便利贴，上面写着吴教授死亡和10年前蓝色闪光这2条信息。他看着志武的照片，有些担心他的下落。殊不知志武此刻4肢正被固定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办公室里，黄静雅感慨他们3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金市长拍马屁说，因为好事临门，所以我们在此相聚。柳仲全说，志武的情况不容乐观，得先给他足够的冲击，毁掉他身上弱小的细胞，留下100%的强大纯细胞，到时候就可以制造复制细胞了。黄静雅已经在憧憬美好的未来，那些细胞将成为他们财团天使的儿子，他会去准备足够的代孕女子来完成计划。2人走后，柳仲全来到实验室，他交代下属，接下来要持续加大对志武的冲击，直到其承受不住。如果志武心脏骤停，就立刻准备 CPR， 直到救活为止。如果确认细胞进化，还要再进行几年的抗体反应测试。他希望他们能好好准备。研究室外，黄建雅交代金市长，计划成功后就将研究所所有人灭口，包括柳仲全。志武这样的神之子要是传出去是人造的，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当然了，他会留着金市长一起共建光荣的新时代。车子走远后，金市长冷笑着说了一句，真是个恶毒的女人。实验很快开始，在7000瓦的电流刺激下，志武身上冒出了一阵阵烟雾。他回想起了小时候，柳仲全确实是他父亲，也是和他一样的怪物。柳仲全用巴甫洛夫实验的例子来为自己开脱，说完示意助理继续加大电流。志武疼得一阵抽搐，最后又昏迷过去。早上，崔振焕将金有哲叫到办公室，彼此心照不宣地约定了保密。金有哲给知云带了饮料，聊起绑架他的那伙人。知云说，就是之前地铁里那群人，他们开的是套牌车。他感觉这群人不仅专业，还有很强的组织性。金有哲听了来了兴趣了，但他也不能贸然加入。于是知云说起自己在调查柳仲全的事儿。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后，柳仲全不顾志武的求饶，继续加大电流强度。志武的惨叫声传遍了研究所的每个角落。就这么惨无人道的过了3周。在此期间，黄静雅和金市长为计划的最后阶段做足了准备。知云来到了当初关押柳仲全的监狱，他注意到其中一天，律师只给他打了钱，并没有见他。监狱长解释说，这种情况通常是律师不想见面，或者是帮人跑腿。委托律师给柳仲全打钱的人正是金智秀。回到家，知云整理了资料，然后查询到那家研究所这几天异常的用电量。他来到了供电局咨询，工作人员告诉他，那么大的用电量，除非研究所地下有大型冷冻仓库。这一天是计划的最后一天。金市长交代李守和佑娜，今天务必要全力以赴。谈到之前将志武右臂砍下来送给李守的承诺时，他却打起了马虎眼，让李守的脸色有些难看。做完最后一次检查后，柳仲全告诉志武，他体内的卢卡细胞已经全部被抽取，很快就会有跟他一样的孩子被代孕的母亲们生出来，而这次他们不会再有逃走的机会。接下来只要一针下去，志武就能安心前往天堂。志武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你杀不了我，
我会活到最后，把你们全部杀光。助理行刑前，刘仲全接过了毒针，谎称要亲自送走志武，嘱咐他好好活下去后，刘仲全偷偷告诉了他逃生路线，然后将毒针换成了强化药剂。这是做爸爸的最后能为儿子做的事情了。这时志云也赶到了研究所，他将先前那名研究员制服后，带着他来到了地下研究所。研究员伺机逃走，并一嗓子喊来了几个黑衣男。志云掏出折叠警棍，面无惧色地冲了上去，将他们一顿胖揍。走廊里，黄静雅碰到了刘仲全，他恭喜他说，第一幕终于结束了，接下来也请继续努力。志武的死不光是他这个父亲，自己这个当母亲的也很惋惜啊。实验室里，志武抽搐了一阵，满血复活地坐了起来，紧接着伴随这阵火花带闪电和巨大的轰鸣声，研究所陷入了瘫痪。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李守立刻让佑娜掩护金市长三人撤离，他们正好和志云完美错过。觉醒后的志武变得更加强大，李守完全不是对手。 BGM 一响，他被志武打得吐血。志武走进刘仲全的办公室，没有找到他的踪迹。他将写着 Z0 号标签的瓶子扔出去，摔了个粉碎，怒吼着刘仲全的名字。李守强忍着剧痛，往脖子上扎了一针药剂。他勒晕了想要帮忙的佑娜，独自前去寻找志武。走出办公室，志武发现有几名黑衣男子等着自己，那没得说呀，直接上去就干他娘的没商量。志武一拳一个，很快就把他们全部打倒。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志云撞见，他拉上志武就想离开，但志武坚持要找到刘仲全再走。说到这里，李守杀了过来，志云被他扔到了隔壁房间，这让他发现了研究所拿婴儿做实验的黑幕。他刚安置好婴儿，志武又一次放出了强电，巨大的能量将他和李守都震飞了出去。志武赶在爆炸前将志云和婴儿们都救了出来，他将身受重伤的志云送去医院，除了恳求医生救人，他什么也做不了。手术结束后，医生给出了建议，志云的伤情很罕见，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比较好。看着在床上昏睡的志云，志武的心里五味杂陈，他握着他的手反复道歉。志武掏出研究所的事儿，让金市长三人都很不满。金市长刚下令，电话那头的李守等人原地待命，不许去医院检查伤情。黄建雅就狠狠地给了他几个耳光，他暴怒地指责他搞砸了一切，让他上千亿的投资打了水漂。金市长还了他一耳光后，压着气告诉他，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只要把志武再抓回来，到时候不仅能收回成本，赚的收益还能把世界的一切都买下来。他为了那一刻可是付出了所有的忠心，只要抓回志武和志云并杀了他们，研究员和研究所什么都可以重建。黄静雅无言以对，只能让金市长去做该做的事，首先得回研究所把备份的冷藏受精卵拿回来。走出教堂，金市长问道，你打算和谁联手？刘仲全犹豫了一会儿，说我会和最有野心的人。金市长趁机毛遂自荐，他顺带提了一句，那些受精卵只需要对外公开一个，剩下的交给自己赚钱就行。作为回报，他可以对外公开刘仲全制造新人类的事儿，名利双收啊。刘仲全还是有些担心啊，那些人一旦现世，人类恐怕会灭亡。金市长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人类是最凶残的种族，不可能弱不禁风。早上，崔振焕带队赶到研究所时，那里已经围满了记者。看着里面惨烈的场景，他不禁好奇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场唯一的幸存者醒来后，将脏水泼到了志云身上，声称志云为了窃取研究所的机密，联合暴徒袭击了这里。医院里，志武从新闻中听到了这一消息，值班护士核对了志云的信息后，拨通了警方的举报电话。事态紧急，志武顾不得3七21，他直接推起志云的担架车，将拦路的医生撞倒后，径直来到了地下车库。他抱起志云上车就走，来到一座桥下后，他将柳仲全告诉自己的信息说了出来。志云仍觉得警方有能力处理这些事情。志武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告诉了他现在有家难回的事实。那些人不到几个小时就伪造了现场，还成功收买了媒体，让他们都成了过街老鼠。对方不可小觑啊！现在要做的还是先搞清状况。晚上，袁里哼着小曲儿回家，看到书桌前的志云，他以为走错门了，但看到从沙发上起身要喝水的志武后，他确信自己肯定没走错。想起自己曾被强行征用的车和手机，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本来去警局报了车辆失窃，结果繁琐的程序搞得他心拔凉拔凉的。明明说好不再见面，现在倒好，不光又见面了，女朋友都带到家里来了。志云纠正了一句，我不是他女朋友，我是人民警察。听到这句话，袁里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嘿，警察小姐姐，志武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相处多久都行。与此同时，
柳仲全为奄奄一息的李守注射药剂，稳定了情况。他走后，黄静雅开始跟李守和尤娜套近乎，他希望他们能投奔自己，顺带监视金市长。作为回礼，他会给他们2样东西：一是他们在部队时误杀队友的真相，二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电视上，那名研究员正煞有介事地给支云泼脏水，媒体列举了所谓支云巧设名目谋取暴利的证据。支云听不下去，他走到门外呼吸新鲜空气。支武跟出来想安慰他，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支云早就看穿了那群人的目的，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掩盖研究所的黑幕。他相信百密一疏，研究所里一定还留下了痕迹，这也是找到柳仲全下落并且查出一切真相的机会。支武想起之前柳仲全迷惑自己的话，表现得有些动摇，但支云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真相多残酷，他都会勇敢开灯面对。既然道不同，那就不相为谋。支云打算单干。2人回屋时，正巧听见了袁礼在拨打报警电话。电话挂断后，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支武放出电流，让他的手机下了线。趁着袁礼去厕所修手机的间隙，支武对支云说：“你不是一个人。”凌晨时，支云悄悄下楼给崔振焕打了个电话，简短说明情况后，他们约定了在研究所1楼见面。但崔振焕随后又拨了另一个号码，接电话的人却是金市长。他嘱托崔振焕，如果支云到时候不听话，就弄死他，不然他迟早会查出他这位组长杀过人的旧案。研究所里，支云见到了崔振焕，他想打开那道通往地下的暗门，但机关却早已被拆除。崔振焕也在这时摊了牌，即使你能打开暗门，里面也什么都没有了。你我这样的人绝对赢不了那群手眼通天的对手。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支云交代支武的下落，最起码还能活一个。此刻在支云眼里，这位昔日的组长仿佛成了陌生人。看到他流下眼泪和坚定的眼神，崔振焕明白靠套可是不行了。他默默走了出去，将支云交给了几名手持棍棒的黑衣男。支云逐渐落了下风，被他们一顿毒打。关键时刻，支武及时赶到，他打晕崔振焕后，将那群黑衣男一拳一个打倒。2人正要离开，崔振焕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支武替支云挡下了子弹，支云一个过肩摔将崔振焕打倒，但他终归不忍下手。支武也不想恋战，拉上他离开。天亮之后，媒体通报了支云拒捕袭警的事儿，并且公开了他的真实信息。支云听得心烦，他借口去厕所洗手，实则在里面消化这一连串的打击。紧随而来的追兵却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时间。金有哲很快带队找到了这里，察觉到不妙的支武急忙拉上他离开。楼顶上，他们看到了前来搜捕的大队人马，他们都曾是支云昔日的同事，他不忍伤害他们，于是他们利用地形优势，巧妙地从楼里脱身。安顿好李守和右拿后，金市长询问柳仲全那批受精卵的情况。柳仲全说已经准备就绪，培养3周后在产妇体内着床就行，剩下的受精卵在确认成功分裂后就会交给他的。金市长很满意，他说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也会动手除掉支武。另一边，支武拉上了支云，搭车前往瑞云牧场。白天他们离开前，袁礼写了这个地址，说那是支武最喜欢的地方。车子行驶了一夜，2人来到了牧场。之后的3个月里，他们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某天晚上，李守将研究所里想要逃跑的金博士灭口，媒体也很配合地给出了自杀的结论。悠闲晒着日光浴的支云听到这条消息后，脸上瞬间愁云密布。他知道，这又是一个无辜的人为自己而死。他告诉支武，是时候该离开了。他们已经逃避现实世界太久了。当晚，牧场下起了暴雨，支云因为有心事难以入眠，于是在屋外蹲坐了一会儿。他回想起和支武相处的点点滴滴，最后的记忆定格在白天的谈话中。确实，待在这里与世隔绝的一辈子，他又何尝不想呢？回屋时，他看到同样蹲坐的支武，他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眼泪决堤而出。在雷雨的见证下，这对情人完成了庄严的仪式。另一边，尤娜偷偷复制了研究所的所有资料。等金市长反应过来，并派李守前去抓人时，他已经驾车扬长而去。早上，支云想趁支武做饭时，用脚够到床下的裤子，却被支武发现。默默吃完早饭后，他们看着窗外的日出，聊起了未来。昨晚的暴雨让支云的内心受到了抚慰，但雨停后，他觉得待在这里并不现实，毕竟这里不可能天天下雨。真正的现实是外面的世界，哪怕他让人伤痕累累，甚至死亡，也得回去面对。支武见他已经下定决心，便恳求他多待1天再离开。他们在外散步时，支武把柳仲全告诉自己关于夏有才的事说了出来。于心不忍的他没有说出夏有才想卖了自己赚钱的那部分，只是强调说，你的父亲是个好人，他当年因为可怜我才让我去了你家。
他担心柳仲全的那些话是真的，那这样对芝云就太残忍了。言语之间，他试图让芝云忘记这段过去，但答案明显不可能。教堂里，柳仲全看着电脑上3名产妇的情况，受精卵已经在他们体内着床，再过10个月左右，他们将出生比智武更强的孩子，只要定时注射药剂，就可高枕无忧。金市长不由脑补起未来的画面，他相信黄静雅一定会捧着这3个孩子，宣称他们是天使之子，从而掏空信徒们的腰包。接着他直接向柳仲全索取那批受精卵，他打算把他们卖掉，大赚一笔钱后就享受退休生活。就算黄静雅察觉到，他也可以顺势甩锅给带着资料逃走的佑娜。打开冷藏柜后，里面的一幕让他们傻了眼了，柜子里空空如也，受精卵不翼而飞。金市长暴跳如雷，他质问柳仲全受精卵的下落。冷静下来后，他们同时想到了佑娜。他此刻已经换回了黑发，站在了黄静雅的高档别墅里，有专人看管。他希望黄静雅能兑现承诺，自己只想要让李守恢复自由，到时候资料和受精卵他自然会交出来。如果黄静雅言而无信，自己会杀了他。晚上，芝云被外面的动静吵醒，走出去一看，智武正伤感地抱着一只死去的羊。他从小就体弱多病，自己本想着他能茁壮成长的，想不到还是逃不过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轮回。看到他那么失落，芝云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多待几天再走。他们又过了几个月无忧无虑、充满欢声笑语的幸福生活。这一天，芝云把手里的验孕棒递给智武，无声地告诉他：“你要当爹了。”智武开心地抱住了他，芝云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喜悦。与此同时，在研究所里，柳仲全在为产妇做着检查。金市长说，目前孩子还是健康的。黄静雅松了一口气，等了几十年的荣光时代，他可不想这时出岔子。两人谈起了失踪的佑娜。黄静雅借此话溜话地说，她希望金市长能和自己永远一条心，就算成为弃子，也是他女士优先，抛弃她。说完，他就坐车离开，没有注意到跟在身后的李守。他一路跟到了别墅门外，刚发现佑娜，金市长就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他犹豫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没有异常。志云起身喝水时，被剧烈的胎动折腾了一阵，志武赶紧把他扶上床休息。他对孩子的未来有些担忧，他担心孩子会成为和他一样的怪物，希望他完全像母亲。但即便要毁天灭地，他也不会让孩子过着和自己一样的生活。他花钱让原理制作了2张他们的假身份证，原理为他们准备好了金风国和李雪兰的假身份。志武看到证件上的国籍是中国，表现得有些不满。原理告诉他，中国老好了，那可是唯一能抗衡老美的超级大国。志武告诉他，我是顺带给孩子准备的，他下个月就要出生了。天亮后，黄静雅将3名产妇带到了教堂，这里将成为孩子出生的圣殿。众多教徒见到他们都热烈欢呼起来，只有金市长心不在焉。志武和芝云也打包好了行李，准备前往医院。临行前，他们幸福地拍了婚纱照。不久后，芝云被推进了手术室，那3名产妇也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喊得撕心裂肺，其中1名产妇没有撑住，一尸2命。强大的能量将柳仲全震飞出去，芝云则顺利生下了孩子。芝武在旁边用眼神示意他，我现在太激动了，控制不住那股电流，等过几天再抱孩子。生产的失败让柳仲全3人都很沮丧，胎儿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人类能承受的范围。黄静雅不想听这些，她只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金市长急躁地表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志武抓回来。2人一言不合吵了起来。黄静雅更是威胁说，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踢你出局。金市长早就没了耐心了，在这项研究上他已经荒废了20多年，就此退出也没什么损失。冷静下来后，他拨给了李守，他需要抓志武回来。凌晨时分，李守将手中的文件交给了崔振焕。黄静雅再次来见尤娜，询问受精卵的情况。尤娜依旧是老一套说辞，除非确保李守安全退出，否则一切免谈。黄静雅为了证明诚意，叫来了盟友郑市长。郑市长告诉尤娜，当年他们在军队误杀队友的真相，那都是金市长一手策划的。这是老一辈最喜欢的方法，将人坠入谷底后再救出，从而让对方感恩戴德。当然了，自己并不喜欢这种方法，恢复他和李守的名誉基本没戏了，但自己可以给他们新的身份和钱。医院里，小两口还在回味着女儿的美好和起名的问题。园里给志武发来消息，新身份证到了，志武准备亲自去一趟，女儿得尽快做出生申报。东西到手后，园里没有收他的钱，他递过去一袋营养剂，这些就当是祝福他们的礼物了。志云在前往新生儿室抱女儿的路上，听到了电视里的新闻，警方从车祸现场发现了2具尸体，死者正是他失踪多年的父母。根据现场的情况，国科搜推测是车内受到了高压电的攻击。他拨通了金有哲的电话，想要询问情况。
金有哲留了个心眼儿，偷偷去外面用手机拨给了志云。对夏有才的案子，金有哲也感到很奇怪，可他深情言微，也只能相信郭克搜的话了。他只能拜托金有哲弄来夏有才残骸的 DNA 再做打算。挂断电话后，崔振焕察觉到了他的异常，他偷偷让人查询了通话记录。志武回到医院时，没有见到志云和女儿，地上只有一只为他女儿准备的鞋。他急忙让值班医生调来监控，这才知道了真相。原来有了崔振焕的通风报信，李守和太任很顺利地找到了志云。李守以孩子的性命威胁，让志云乖乖跟他们走。路上他猜到了孩子是志云跟志武的。回到家看到那只鞋，志武逐渐心头火起，他放出强电，一声巨响过后，他和志云共同生活了很久的房屋轰然倒塌。我是瓜皮儿，下期见。